在采集岩石样本时，右手不慎被毒蛇偷袭，可这场意外竟让他因祸得福，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。剧痛瞬间席卷全身，他强忍疼痛，用左手摸出手机准备求救，指尖却猛地一滑，手机直接掉进了石缝里。他来不及愤怒，更没有时间慌乱，立刻掏出匕首，咬紧牙关，伴着撕心裂肺的剧痛划开伤口。若不能将毒液尽快排出，他将必死无疑。可即便如此，他的右手还是迅速失去了知觉，蛇毒的猛烈远超他的预料，他不敢多耽搁1秒，抓起背包，必须赶在毒发前回到山林中的木屋求救，否则绝无生还的可能。医师牙关紧咬，跌跌撞撞朝着小屋狂奔，每一步都在榨干他仅剩的体力。终于在意识彻底溃散的前一刻，他拼尽全力返回了木屋。突如其来的干渴灼烧着喉咙，他抓过水壶，仰头一饮而尽，随即踉跄着栽倒在床上，胸口传来阵阵窒息般的憋闷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眼前的光影渐渐模糊，意识也随之缓缓沉入黑暗。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60，刷到末日求生剧《大地永存》。时间一晃过去了半个月，医师竟从鬼门关硬生生的熬了回来。在他昏迷的这段日子里，人类早已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，外界早已天翻地覆，而他对此一无所知。医师简单收拾一番后，便打算前往市区买些食物。可一路上静得诡异，放眼望去，竟连一辆车、一个人影都看不到。等他赶到平日人满为患的超市时，整个人彻底僵住。这里不仅空无一人，路边还躺着一具早已腐烂的尸体。他心头猛地一沉，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街道上停着横七竖八的车辆，杂物、垃圾凌乱的散落一地。曾经喧闹繁华的商业街死寂一片，没有行人，没有车流，没有一丝人类活动的气息。直到他看见一块军方留下的告示牌，才终于明白一切。上面赫然写着：全球烈性疫情全面爆发，美国政府暂停运作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瞬间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。他立刻驱车赶往父母家，一边打开广播，一边心急如焚地拨打父母的电话，可听筒里只有无尽的忙音，始终无人接听。当他匆匆赶到小区时，依旧是空无一人，四周静得令人发怵。他推开门，声音颤抖着呼喊父母，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死寂。桌上的食物早已发霉腐烂，他踉跄着冲向父母的卧室，一股难闻的腐臭迎面扑来，眼前的一幕让他瞬间崩溃。父亲早已没了气息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母亲则倒在卫生间里，早已没了动静。双亲双双离世，巨大的悲痛瞬间将他淹没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汹涌而出。这是他第一次直面末世最残忍的真相，不是病毒的恐怖，而是失去所有羁绊后的孤独与绝望。过了许久，他才勉强平复情绪，在后院花园里挖了一个深坑，怀着无尽的悲痛与不舍，小心翼翼地将父母的遗体安葬。埋葬双亲后，一时的精神彻底濒临崩溃。他驱车来到超市零元购买了一些食物与水，还顺手带走了一把猎枪和充足的子弹。他始终坚信，在这死寂的世界里，一定还有其他的幸存者。稍作准备，他便立刻驾车出发，踏上寻找同类的路途。表面上他是在寻找同类，实际上他是在拼命逃避一个残酷的真相：世界已经空了，他再也回不去从前。可刚开上大桥，就发现前方的道路被彻底封死，眼前的一切荒诞的如同一场醒不来的噩梦，绝望再次将他包裹。无路可走的伊什决定前往繁华的赌城拉斯维加斯，或许在那里能遇见活人。可当他真正抵达，整座城市依旧是一片死寂，灯火彻夜通明的街道空无一人，曾经人声鼎沸的商场空空荡荡。他走上2楼热闹的游戏厅，只有无人操控的设备还在兀自运转，依旧看不到半个人影。接连的打击让他濒临崩溃，奔波了一整天。他索性走进一家5星级酒店，泡了个温泉浴，难得放纵自己，体验了一把有钱人的享受。洗完澡，他赤身来到酒吧，倒上一杯美酒，想在这末世里短暂放纵，享受片刻人生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猛地将他吓了一跳。Make mine a double。这里竟然还活着一男一女，一时瞬间窘迫至极，慌忙抓起手边的盘子遮羞。好在对方并无恶意，女人叫老白给他拿件浴袍，两人并非夫妻，只是疫情爆发前一同来此出差，偶然相识。他们能活下来，全凭身体对病毒的天生免疫。一时仍对这场浩劫一头雾水，老白便拿出此前录制的新闻播放给他看。原来一种来源未知的神秘病毒突然爆发，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球，人类现有的疫苗毫无作用，几乎导致全人类覆灭。只有
极少数像他们这样的天生免疫者侥幸存活，可即便他们活了下来，所剩的时间也早已失去了意义，至亲至爱都离他们而去，在这空荡荡的世界里孤独的苟延残喘。第二天，老白特意准备了丰盛的牛排，希望伊什能留下一起作伴，却被伊什当场拒绝。餐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，女人神色悲伤，默默起身离开了餐桌。伊什坚信世界这么大，一定还有别的幸存者。女人和老白早已接受了现实。老白再次挽留伊什，说他们只想在电力耗尽、食物吃完之前尽情享受最后的时光，然后一同奔赴死亡，去寻找逝去的亲人，结束这无尽的孤独与痛苦。伊什立刻反驳，光是拉斯维加斯的物资就足够他们活上10年。老白却只平静地回了一句 When you've lost the only things you ever cared about, why would living feel better than dying?伊什找到独自哭泣的女人，说可以带她一起离开，去寻找新的希望，却被对方一口回绝。他只想在这里安静度过最后的日子。伊什终究还是婉拒了他们的挽留，转身离开。可他刚走出酒吧，身后便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。伊什彻底崩溃，巨大的自责将他深深吞没。他认定是自己的固执与拒绝，逼得两人提前走向了死亡。他开始疯狂飙车，仿佛想用这种方式自我毁灭。就在这时，马路中央突然窜出一只流浪，伊什猛地踩死刹车，车子在离小狗不足1米的地方堪堪停下。How fucking lucky are you?看着眼前这只弱小又温顺的小狗，伊什冰冷麻木的心终于被轻轻触动，他决定收养它。这只狗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，也让他重新找回了活下去的理由。伊什驾车返回故乡的小镇，他不再逃避，而是选择直面现实，在这里重新开始。他走进图书馆，借走了所有生存类的书籍，系统的学习末世技能。接下来的1年，伊什与小狗相依为命，他靠着自给自足活了下来，可他的内心却被无边的孤独一点点吞噬，再次陷入深深的绝望，几乎再也振作不起来。就在他快要被黑暗彻底淹没时，一幕景象让他浑身一震。远处的烟囱里正缓缓升起一缕袅袅炊烟，他死寂已久的心在这一刻重新燃起了微弱却滚烫的希望。在人类灭绝的1年后，远处竟然升起了一缕炊烟，这一幕让伊什喜极而泣。他立刻驱车前往，可在没有确认对方的身份之前，始终紧握一把锤子，警惕地防身。当他小心翼翼靠近那栋别墅时， Stay right where you are!屋顶突然出现一个举着猎枪的女人，对方同样警觉，毕竟在末世里最危险的往往是人类。整整1年没见过活人的伊什激动得语无伦次。 I haven't seen anyone in the longest time. What do you want? We're neighbors, almost. Saw your smoke. Thought I'd see who's alive. 这时女人才稍稍放下戒备，竟然热情地邀伊什进屋做客，想必多少也被他的帅气所吸引。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6时刷到末日神剧《大地永存》第2期。艾玛不仅擅长打猎，还会泡一手好茶，更能烤出香气扑鼻的面包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背后是他对抗绝望的勇气，是不愿被末世磨平棱角的坚持。两人聊得相见甚欢，艾玛甚至邀请他晚上留下来，然而伊什也是毫不拒绝。二人彻夜长谈，仿佛相见恨晚。这不是简单的倾诉，是2个孤独灵魂的相互救赎。交谈中，伊什得知艾玛本是四处游荡，居无定所，打算在此居住几天就走。伊什顺势发出邀请，说自己的房子很大，只是有些杂乱，希望他能留下帮忙打理。这份笨拙的借口藏着他最深的挽留。他早已受够了独自面对黑暗的日子，艾玛盛情难却。第2天便跟着伊什上了车，延续人类文明的重担，看来要落到2人的肩膀上了。可当艾玛跟着伊什来到他的家，才发现他说的乱根本不是玩笑。家里不仅乱，更是脏得离谱，柜子里的食物早已变质发霉，而这份狼狈也藏着伊什独自求生1年来的潦草与孤独。他早已忘了生活，只记得活着。2人随即前往超市零元购，搜索一些清洁用品与日常物资，还意外发现了太阳能板。只要装上这玩意儿，夜晚再也不用摸黑度日。只是超市里的罐头味道实在难以下咽，也让他们更加渴望一口新鲜的烟火气。之后2人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，艾玛在树林里采蘑菇，伊什则来到河边钓鱼。简单的陪伴，平淡的日常，让荒芜的末世多了几分温情。在朝夕相处中，2颗孤独的灵魂慢慢靠近，暗生情愫，那是绝境里最温柔的救赎。伊什也越发卖力地打造属于他们的温馨小家。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就在伊什安装太阳能板时，不慎从上面掉了下来。虽说有松软的泥土缓冲，可他还是摔伤了小腿。艾玛贴心地为他包扎，看着受伤的伊什，他提议应该找其他人来帮忙。艾玛本就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他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来到这里，不仅会更加热闹，还能一起打造一个社区。在末世里，人多力量大，抱团才能走得更远。可没人知道，艾玛开朗的外表下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悲伤。其实在病毒爆发
发之前，她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有爱她的老公和2个可爱的女儿，只可惜他们都没有免疫病毒的体质，最终没能熬过那场灾难。这份伤痛是她心底最深的遗憾。好在现在遇到了伊什，才渐渐抚平心中的伤痛。但是艾玛也给伊什带来了一份惊喜，她已经怀孕3个月了。可伊什听到这个消息，不仅没有丝毫高兴，反而满脸担忧。在这个残酷的末世里，她不敢轻易抱有期待，没有医院，没有医生，没有完善的医疗条件，怀孕与分娩在这样的绝境里意味着巨大的风险。她害怕艾玛会遇到意外，害怕这个即将到来的小生命会成为负担，更害怕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他们。这份恐惧是对末世的敬畏，也是一个男人最真诚的担当。看着满脸担忧的伊什，艾玛坚定地安慰道， We'll be okay. I need you to believe in us. In this. In a future.艾玛的坚定像一束力量，驱散了伊什心中的不安。从那天起，伊什开始疯狂地为迎接新生命做准备。他搬空了图书馆里所有关于生育、孕期、护理的书籍，提前备好奶粉和婴儿用品，把所有能用的药品全部搬回了家。为了给艾玛提供最好的营养，他主动承担起了狩猎的任务。可狩猎这件事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轻松。伊什来到一个牧场，看着成群的奶牛，竟天真的想和牛商量一下跟他回家。可牛虽温顺，却也不傻，头也不回的纷纷跑开。正当他沮丧不已时，身旁出现一头白色的小牛。为了艾玛的身体，他只能举起猎枪，可他从未杀生。这份挣扎与痛苦刻在他的脸上，也藏在他的心底。可为了家人，他不得不逼着自己变得强大。他痛苦纠结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扣动了扳机。最后，他拿出包里的解剖书，在现场笨拙地操作着。这份笨拙藏着他的无奈与坚持。好在伊什最终还是满载而归。艾玛对他称赞有加，感慨他进步了很多。可他们却不知，这些牛肉将会带来一场巨大的危机。经过伊什的日夜忙碌，家里终于通上了电。那微弱却坚定的灯光，不仅照亮了简陋的小屋，更照亮了2人心中的希望。可伊什还没来得及高兴，艾玛就拿了一个鞋盒走了过来。打开的瞬间，一只老鼠赫然在目，这是他在楼上的厕所发现的。2人瞬间绷紧了神经。末世里，老鼠一旦泛滥，携带的病菌造成的破坏足以致命。要么他们消灭老鼠，要么就会被老鼠逼入绝境。可他们却不知，危险早已在门外蔓延。街道上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老鼠，如同黑色的潮水从各个角落涌出。他们循着牛肉的香味一路追踪，正朝着伊什的家疯狂聚集。万幸的是，他们及时发现了门外的鼠群。伊什当机立断，决定焚烧垃圾来驱散它们。艾玛则举着猎枪在一旁警戒。可老鼠的数量实在太多，焚烧垃圾的火光和气味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鼠群依旧疯狂地朝着房屋逼近。伊什瞬间反应过来，一切都是那批牛肉惹的祸。他当机立断，把剩下的牛肉全部扔进火里焚烧。比起一时的营养，守住家人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后2人赶忙退回家中，用胶带仔细封闭门窗的每一个缝隙，试图阻止老鼠大军的侵入。可慌乱之下，他们竟忘了狗狗还被留在了外面。看着门外惊慌失措的狗狗，伊什不顾自身安危，毅然打开房门冲出去，将狗狗抱了回来。可就在这短短几秒的间隙，大量的老鼠趁机涌入屋内，瞬间将小屋变成了鼠窝。伊什看着屋内四处乱窜的老鼠，内心焦急，却不敢贸然开枪。他害怕猎枪的子弹打破玻璃，只能徒手干掉老鼠。经过整整1夜的奋战，终于将屋内的老鼠清理干净。幸运的是，狗狗只是受了轻伤。艾玛立刻找来药品，紧急为它消毒包扎。看着狗狗安稳下来，2人才稍稍松了口气。可门外的鼠灾依旧没有平息，鼠群在街区里肆虐了整整数月。伊什和艾玛只能躲在屋内，不敢踏出房门一步。好在他们之前储备的物资足够充足，足以支撑这段艰难的时光。而街区里的野猫凭借着更强的生存能力和敏锐的捕猎技巧，一点点遏制住了鼠患的蔓延。荒芜的街区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与此同时，艾玛的预产期也如期而至。她突然腹部剧痛，可生产并不顺利，胎儿出现胎位不正。危急时刻，医师强压紧张，照着书本上的方法一点点尝试矫正。数小时艰难挣扎后，艾玛顺利诞下一名女婴，母女平安。医师用自己母亲的名字为女儿取名希瑟，这个名字既承载着对过往的怀念，也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。希瑟的到来让2人更加渴望建立新的社群，他们希望能有更多幸存者聚集于此，互相扶持，一同守护这个小生命。艾玛在墙壁上喷上住址，渴望更多幸存者聚集于此，互相扶持，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温暖。远处陌生的身影缓缓出现，未知的危险依旧在暗处蛰伏。大地永存从来不是简单的末世求生剧，而是一场关于人性、爱与希望的深刻叩问。末世的残酷却从未磨灭人类对温暖的渴望，对生命的敬畏。伊什与艾玛的相遇是双向的救赎，他们在绝境中坚守
善良，在挣扎中学会成长，在孤独中彼此陪伴。其实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，从来不是征服自然，而是在破碎的世界里，依然能守住爱与善良，依然能为了彼此拼尽全力活下去。末世再荒芜，只要有爱，有坚守，有对未来的期许，人类文明就永远不会消亡。大地之上，希望永远会在绝境中悄然生长。